2021年，百度上的一篇文章“躺平即是正义”突然爆红，不到1天时间，躺平相关的网络言论全都被中国政府封杀。同一时期，一位美国年轻人在推特上发表“我不想有事业”，获得将近40万个赞。英文里也开始出现躺平的概念，哥布林模式，意思是不管世俗眼光的阿宅。这个字甚至成为牛津2022年年度词汇。去年赖清德访问台湾大学生，发现有40%学生希望躺平。上个月，中国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突破20%。为什么躺平运动得到了全球年轻人的共鸣，甚至变成一股文化潮流？阿姨，我真的不想努力了。阿姨，我真的不想努力了。为什么老一辈的人无法理解年轻人的佛系态度？感觉他们只会享乐，然后不想上进，只想受现成的。今天要来面对的这一本书《集体倦怠》，就要来谈谈千禧世代的年轻人为何讨厌工作，选择躺平。到底是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还是社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2019年，网络上突然兴起一个流行用语，叫做 “OK Boomer”， 用来嘲讽老人家不懂年轻人的苦，把年轻人当成草莓族，抗压性低。战后婴儿世代指的是大概在1946到1964年出生的人，这些人的年龄大概是55到75岁，像是美国的川普、台湾的蔡英文、柯文哲、侯友宜、郭台铭，这些人都是战后婴儿潮出生的 Boomer。美联储研究发现，战后婴儿世代跟千禧世代在同一年纪时会多出20%净资产，也就是你爸妈在30岁挣到的钱，比你在30岁挣到的钱还多20%。为什么资本主义发展了半个世纪，年轻人反而比上一代人更穷，导致这些老人不懂现在年轻人的困境？因为战后婴儿世代其实搭上了时代的顺风车。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全国劳资关系法，让劳工可以合法组织工会，跟企业主集体谈判，甚至是罢工，这些都会受到法律保护，这让劳工可以争取安全的工作环境，更优渥的薪资。加班费跟退休金的制度也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1938年的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如果工作超过44小时，雇主就必须给加班费。更重要的是，当时的政商统治阶级为了避免经济危机再次发生，会让民众对资本主义失去信心，就提出了社会福利金的概念，希望分散风险。如果发生一次经济危机，就要个人全部承担，那风险太大，应该分散给全体国民一起承担这个风险，这就是国家社会福利跟保险金的起源。所以战后婴儿潮的小孩之所以可以过得好，是因为大萧条世代的父母生下他们的时候，也同时打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给他们。战后2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美国历史上最公平的财富分配。1950年，美国 CEO 的薪资只有一般员工的20倍，但是现在却是高达400倍。战后20年的经济繁荣，让美国中产阶级大规模扩张，所以经济史学家 Louis Hyman 就说，当时社会氛围乐观到认为资本主义几乎适用所有人。美国梦的意识形态就是在这段时间被打造出来的。这种环境让人安于现状，觉得资本主义运作良好，而且经济稳定后，整体国民更有信心，也更有余裕去挑战社会上的不公平，像是妇女解放运动、同性恋去污名化，还有反越战运动，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这让保守派的社会学家 Robert Nisbet 说，战后婴儿潮的小孩是被宠坏的世代，因为大萧条世代的父母自己是苦过来的，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过苦日子，希望给他们更好的生活，让小孩能够去追求美国梦。这导致战后婴儿潮的 Boomer 更自私、自我中心，不在乎别人。但是在1970年代后，资本主义开始出现转变，美国政府跟资本家开始提倡个人责任运动，就是把承担经济风险的责任从政府资方转向劳工身上，政府不要管太多，要让个人自己去承担失败。耶鲁的政治科学家 Jacob Hacker 把这称作风险大转移，最明显的体现在社会福利、退休金还有企业培训上。雷根政府开始妖魔化社会福利，说拿失业救济的穷人都是福利女王。For the first time in our nation's history, millions of Americans became virtual wards of the state, trapped in a cycle of welfare dependency that robs them of dignity and opportunity. 政府提供穷人福利补助，
只会让这些穷人更不想去工作，反而会助长贫穷。政府应该收手，让最有效率的自由市场运作，就可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所以美国政府开始帮富人减税，打压工会势力。这套风险大转移的话术竟然也得到了民众支持，因为在60年代民权运动、妇女运动后，黑人女人开始进入职场，导致工作环境更竞争。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中产白人男性感觉岌岌可危，想要保住自己的阶级位置，所以开始阻止别人享受福利，避免别人来抢夺中产阶级的位置。许多民众开始转向右派，投票支持雷根政府。再来，退休金的概念也转变了。原本退休金的本意是你长期为公司赚钱，所以公司的盈利应该要在员工退休后多跟员工分享几年，而不是把盈利都给股东 CEO。 但是从1980年代风险大转移后，退休金制度被资本家打击，资本家开始宣传一种新观念，你要自己提早规划退休生活啊！如果你负担不起退休生活，那是你自己不懂得理财储蓄，你不理财，财不理你。不要总是想着仰赖老板给的退休金。在1980年代以前，美国有 46% 劳工在退休金计划里，到了2019年，美国只剩 16% 劳工可以享受退休金。而在台湾，调查发现，民众认为38岁以后就要开始自己储备退休金。根据劳保局的最新统计，目前月领劳保年金的146万名退休员工中，95万名的这个退休劳工是月领不到2万元。劳退金只有雇主提缴每月工资 6%， 根本不足以支撑退休生活，结果还是要靠自己存钱投资。最后是连企业的培训责任也私有化了。以前的公司会聘用没有大学学历的劳工，聘用之后再提供职前训练，像是会计事务所的接待员可以受训成为会计师，或是矿业公司会资助大学工程系所奖学金，等于是企业间接资助学生，鼓励学生去读书，所以培训的成本都是由企业承担。但是在风险大转移后，培训变成了个人责任，你要自己缴钱读大学、考证照、培养第二专长、报名线上课程。这在80年代以前的人看来非常奇怪，明明这些训练最后都是让公司获利，怎么是你自己在筹钱，雇主反而不用花半毛钱？而且你自己花钱上大学学一技之长，还不一定找得到工作。如今只剩下少数工作会提供职场培训，像是太阳能板产业，或是白领高薪工作，老板可能给你钱让你去读个 MBA， 或是当兵，等于是付你薪水让你来受训。这一连串的风险大转移背后都预设了个人责任的意识形态，这点本身就非常美式，因为美国的立国精神就是拓荒到新地点后自力更生，能存活下来的人就是最成功的人。像美国谚语里就会说 Pull yourself up by your bootstraps， 拎着鞋带把自己提起来，意思是靠自己自立自强。但这恰好忽略了战后婴儿世代可以自立自强，努力工作就有收获，是因为上一代人帮他们打造了好环境。反而战后世代的 Boomer 榨干了经济资源后，留给我们这一代人非常糟糕的环境，要自己花钱读大学，没有社会福利，没有退休金。但是别忘了，这些战后婴儿世代其实就是我们的父母，他们是看着我们这一代在很糟糕的社会环境下长大，这就让这些父母其实也非常焦虑。所以为了让下一代保住优势的阶级位置，这些父母就给小孩从小接受更多教育，结果这就构成了当代年轻人的倦怠来源。1980年，美国突然出现许多儿童失踪案，失踪儿童会被印在牛奶盒上，像是美剧《怪奇物语》就是设定在这段时间，反映出儿童失踪的文化焦虑。但事实上，80年代的儿童失踪案跟以前比起来，并没有真的变多。那为什么美国会陷入这种儿童失踪的恐惧？其实是因为美国父母变得更渴望掌控小孩，所以只要有一个儿童失踪案出现，就会被全国父母放大检视，让这些父母更想密切监控小孩的一举一动。因为他们都出生在美国中产阶级扩张的黄金年代，当这些人长大成家立业后，却发现要让小孩维持中产的位置越来越困难了，所以更加焦虑，希望透过教育的力量巩固小孩的阶级。这反而让90后出生的小孩从小就感到压力，他们的倦怠来源就是他们的父母。社会学家 Annette Laurel 在1990年代做了一项研究，追踪88位来自不同社经背景的小孩，发现中产阶级跟劳工阶级的家庭有很不同的教育观。中产阶级家庭的教育是规划栽培，教小孩质疑权威，学会协商，学习才艺。
这些能力恰好是校园职场重视的，等于是父母的教育已经是在搞军备竞赛，帮孩子未来进入好学校、找好工作做准备。相比之下，劳工阶级的教育是让孩子自然成长，放养式的教育，家长工作都忙得要死，才懒得管小孩。但是在2000年后，出现了一种趋势，电视节目开始请教育专家推广正确的教养，中产阶级的教育方式被当成典范，连劳工阶级的家庭也在学，开始让小孩补习、学才艺、参加夏令营，渴望的就是让小孩晋升中产阶级。但这样的后果是出现越来越多直升机父母过度保护小孩，把他们的时间都规划好，但却从没有教过小孩要怎么自己运用闲暇时间，而是不断找事情去塞满这些闲暇时间。所以千禧世代的小孩从小就被父母逼死，直到升大学时，突然要被迫找出自己的兴趣志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第一志愿选择医学院、法学院，不是因为真的喜欢，而是为了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同样的，美国在1970到1980年代，主修英文的人下降了50%，主修商科的人却增加了2倍，就是因为阶级焦虑，导致越来越多人选择安全的科系。妈，你看那家伙穿得像美味蟹堡哎！你现在知道明年的大学有何下场了吧，比利？这一整套的教育观转变，让千禧世代把自己的人生简化成只是一张履历表，每个阶段都是在为了下一个阶段努力。这导致年轻世代付出了很多心理代价。压力过大的学生可能选择轻生。台湾在过去10年，青少年自杀率增加了3倍。有些人则变成过度努力的人 ，overachiever， 无论自己达成了什么成就，仿佛永远都不够。有些人则失去了原本做事情的热情。因为当你的兴趣嗜好变成资本，放在大学备审资料上，就会失去原本的意义。结果是入学考试、面试无法真正反映一个人的能力，只是反映出你很会考试，很会展现完美的自己而已。这导致很多大学生出现冒牌者症候群。很多人考上台大后，却觉得自己不配。当你把自我价值都建立在学业成就上，从小到大都是第一名，考上台大后，却是跟全台各地的第一名竞争。发现自己不再是班上的第一名了，自我价值就会瞬间贬低。所以千禧世代跟上一代的 Boomer 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被迫把自己变成大学申请机器人，但考上好大学后，却又没有得到父母、社会承诺我们的成功人生。那我努力20年来换的不就是一场空？那我还不如就躺平吧。等等，这个床的触感，难道是来自德国 Emma 的 Original 记忆棉床垫？欧洲消费者评选的最佳床垫，更是欧洲销量第1的床垫。在我决定要拍这集躺平的说书影片后， Emma 在上个月寄给我一整套床垫组，要让我好好的躺平。结果一躺下去不得了了，每天都睡到中午。他们的床垫有独家专利3层记忆棉，符合人体工学设计，腰部全身都有支撑和包覆感。大家如果有注意看，就会发现我过去2个月影片产出速度变快了，就是 Emma 床垫让我每天都好好躺平，所以睡起来精神特别好，拍片变得更有效率。Emma 官网现在有夏季促销优惠，床垫组合最低55折，输入超级歪的优惠码就可享有全品项9折优惠。德国 Emma 床垫100天免费试睡，免费到府安装，躺平世代的好伙伴。棒！千禧世代的小孩从小被父母逼着考上好学校，但是真的出社会后，面临的却是卖干，变成社畜，当免洗劳工。为什么有了好的大学学历，年轻人却依然工作的要死？因为在21世纪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工作观，去做你热爱的工作。最经典的例子就是2005年贾伯斯在史丹佛大学毕业典礼的致辞。I'm convinced that the only thing that kept me going was that I loved what I did. You've got to find what you love. Your work is going to fill a large part of your life, and the only way to be truly satisfied is to do what you believe is great work. And the only way to do great work is to love what you do. If you haven't found it yet, keep looking, and don't settle. 仿佛只要找到你热爱的工作，努力打拼，你就会变成下一个贾伯斯。但这掩盖了资本主义的现实。恰好是因为你热爱这个工作，所以可以容忍各种工作中的剥削。
当你做你爱做的事，你就不会觉得在工作，所以就没有上下班的区别，等于变成你24小时都在工作，而且还是你自愿让工时变长。你如果不这么做，代表你不够热爱这份工作。本月最佳员工奖是个大骗局！不是的，章鱼哥，这顶帽子就是荣誉的象征，它象征你是一个笨蛋。做你热爱的工作这种话术也可以用来弱化劳工的阶级意识，像是许多公司都会宣称把员工当成一家人，一起打拼，一起做热爱的事。但是想想看，你如果把你老板当家人，你敢跟你的家人要求加薪吗？做你热爱的工作更可以用来合理化低薪，例如迪士尼乐园在应征员工时就要求员工必须热爱迪士尼的一切，让员工觉得可以在迪士尼工作已经是一种享受，不应该要求更高薪资。或是现在企业都有不成文规定，提供没薪水的实习机会，让你表现你有多热爱这个行业，可以当做未来的跳板。你如果不去找实习，就已经输给其他的竞争者，这等于是变相要求大家都要付出无偿劳动，未来才能找到有薪水的工作。研究发现，在2006年到2013年间，美国真人广告的用词里，使用摇滚巨星 Rockstar 的字数量增加了8倍。因为企业都知道，要合理化低薪，就需要用一些炫炮的字眼来真人，让你觉得这份工作很酷，你会爱上这份工作，就不会计较薪水。如今，把热情变成工作，已经深植在我们的文化里。You know why kids love athletes? I don't know, because they screw lingerie models. No, that's why we love athletes. Kids love athletes because they follow their dreams. How much did they first pay you to give up on your dreams? $27 grand a year. And when were you going to stop and come back and do what makes you happy? 当我们看到某个人很擅长做某些事，就会说你以后可以靠这个赚钱呢。很会打电动的人，长大就应该去当电竞选手，否则就是浪费了你的才能。但是这种思维其实是非常基督新教的观念。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就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在16世纪的西欧兴起，就是因为当时在宗教改革后，新教徒把热爱工作当成回应上帝的召唤，宣扬要把工作当成使命、天职。最能够荣耀上帝的方法就是努力工作。当你在事业成功、赚大钱时，就代表你是神选之人。在当今21世纪，资本主义又再次推崇这种价值观，去做你热爱的工作。但不同的是，现在的年轻人已经看清楚了资本主义的运作，工作的使命感只是在掩盖剥削。再加上2000年后出生的人，大学毕业后刚好遇上新冠疫情，找不到工作，所以资本主义给他们的承诺也没有办法真的实现。那不如就躺平吧。很多人以为躺平是因为低薪，但事实上，高薪产业的人也想躺平，因为不管你是低薪还是高薪，你都一样工作到死。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觉得你的工作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好玩了？哦，老实说，我有。真的？为什么？因为工作。从什么时候加班过劳变成了一种工作伦理？这种工作伦理有2个源头，一个是在2战后，美国的矽谷高科技产业开始歌颂过劳文化。He was on a 36-hour coding tear, so he took a nap for a couple of hours. Happened here? Not happened. Happening. Next big thing. War 2! Hey man, back to work. 工程师可以超时工作，宅在公司不眠不休写程式。矽谷公司会提供24小时自助餐，你可以随时去吃饭，所以你想工作多久都行，不会被3餐打断。矽谷的新创环境让创业者愿意奉献自己的时间。工会要求的40小时工时限制变得很落伍，仿佛一定要超时工作才是创业成功的象征。这种工作伦理在1980年代后慢慢席卷美国。还有另一个源头是顾问产业跟银行业，许多常春藤商学院学生毕业后都渴望到麦肯锡工作。麦肯锡被称作顾问界的高盛，他们宣扬一种评断好员工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准备好全心投入，为事业牺牲奉献。你能为公司奉献越多私人生活，就是越优秀的员工，过劳也没关系。后来在麦肯锡待不下去的员工离职后，就被别家公司聘去当顾问，就把麦肯锡的过劳文化带到美国各地。华尔街的银行业也宣扬这种过劳文化，因为能进到华尔街工作的很多都是常春藤毕业，从小就是第1名的人。这些人都有拼第1的欲望，所以进到华尔街后就开始比谁可以在银行里待到更晚，把加班视为荣誉的象征，
你看，我可以为公司奉献到这种程度。1990年代开始，许多企业喜欢雇佣投资银行家来当公司的领导阶层，也就把银行界的过劳文化变成各个产业的常态。起来，现在也才3点，竞争好激烈，你怎么还在睡？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加班过劳的常态化也出现在台湾的咖啡广告里。早期的咖啡广告都在传达美好生活态度，但是近20年的咖啡广告却从生活品味转变成了努力工作的象征。特难、特烧脑的每一天，一杯特大的 CD 咖啡。就算明天不会更好，也要喝一杯更好的咖啡。这些广告都在散播一个讯息：过劳加班都是职场的常态，你不需要去质疑这些事，你需要的是买一杯咖啡来提神，继续迎接工作的挑战。资本主义不去改变有瑕疵的职场环境，反而兜售劳工更多商品来强化资本主义。锐步给你一对翅膀。当我们无法改变过劳加班的文化时，躺平就变成了最简单的抵抗方式。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当你躺平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很多人躺平是在家滑手机、滑脸书、看 Netflix，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父母那一代的人无法享受到的科技。但是千禧世代跟科技生活整合得更彻底，所以他们从来不会觉得无聊，不用出门认识人，也可以在家用交友软体，不用出门看电影，也可以在家看 Netflix。加上疫情后，许多公司都转变成在家工作，更适合让人躺平耍废。但是作者就指出，千禧世代的这种休息其实不是真的躺平，因为就连休息时间也被资本主义入侵了。Netflix 的总裁就说，我们公司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睡眠，只要你还醒着，就可以把你变成 Netflix 的潜在客户，或是当你在脸书、IG 上看到别人的炫耀文时，就会加深自己的相对剥夺感，感觉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想赚更多钱，才能像朋友一样出去玩，到处打卡。这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注意力经济。每个人的注意力能量都是有限的，资本主义可以趁你在躺平的时候，用社群网络、串流平台伪装成休闲娱乐，其实是在夺取你的注意力，让你继续去从事商业化的行为。历史学家 Benjamin Honeycutt 就指出，休闲的概念原本起源自欧洲贵族，休闲是为了证明自己很有钱，不必工作，可以做一些对工作没有帮助的事。而平民只有在节庆的时候才可以休息，像是在礼拜天进教堂，或是庆祝特殊节日。直到工业革命后，才开始有法定的周休2日。1858年，加州大法官 Stephen Johnson Field 就说，7天中有1天休息是规则，而且有经验科学支持。到了20世纪初，资本主义越来越有效率，生产力不断提高，工会努力争取减少工时，让劳工突然多出许多休闲时间。这时候，劳工反而不知道要干嘛。所以都市里开始出现新的娱乐，舞厅、电影院、公园、娱乐场所都是在20世纪初开始出现。当今美国有数千个公园都是在这段时间建造的。但是当劳工有更多时间做休闲娱乐，娱乐场所就必须要营业啊，那就必须要有人来工作。所以电影院、游乐园、便利商店、大众运输、邮差快递都需要在假日营业，才能提供其他人的休闲娱乐。20世纪以前，劳工有空闲时都是待在家或是去教堂。20世纪后，休闲娱乐兴起，劳工才开始在空闲时间出去玩。而在21世纪，劳工则是可以宅在家看 YouTube、Netflix。但是观众可以躺平看片，就代表要有人来生产影片啊。YouTuber 不能躺平，才能有影片做给你们看。所以严格来说，躺平如果只是在家看片、滑手机，你其实还是在仰赖别人的劳动啊。所以在2019年，史丹佛学者 Jenny Odell 就出版了一本《如何无所事事》，就是专门教你如何真正的躺平。你要忽略所有资本主义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不追求完美，不追求产出，抵抗注意力经济。躺平的时候，如果还在滑手机追剧，你依然是被资本主义抢夺注意力。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从历史角度出发，解释了上一代人活在资本主义最健全的时期，所以不理解当今年轻人遭遇的困境。当资本主义开始恶化时，父母就开始要求千禧世代小孩要考上好大学，让年轻人从小就在高压环境长大。结果出社会后，又被做你热爱的事这种口号给绑架，被迫接受低薪。
过劳也被常态化，年轻人被要求加班来迎接工作的挑战，最后就连在躺平的时候，都可能被资本主义的注意力经济趁虚而入。这些都是上一代的人不用面对的大环境。所以如果环境都变得如此恶劣，那干嘛还要努力呢？躺平即是正义。留言加分享本集影片的脸书贴文，就可抽集体券带1本。本集影片由德国 Emma 床垫赞助播出。